去接醉酒的哥哥回家时，竟不小心听见哥哥问他好友思涵：“你那小女友还藏着掖着呢，不带出来让大伙瞧瞧。”我顿时心里一紧，只因我和齐思涵地下恋3年，还没告诉我哥呢，没必要，我和他玩玩而已。门内传来齐思涵漫不经心的嗓音，我瞬间浑身冰冷，麻木的抬手敲响包厢门：“妍妍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哥哥徐彻拍拍身侧，示意我过去坐。司机今早请假了，爸妈让我来接你回去。徐彻点点头，冲包厢里的众人道：“都把烟灭了，我妹妹可闻不得。”惹得朋友们笑着打趣：“你可真是个宠妹狂魔。那要是妍妍找男朋友了，你怎么办？”哥哥闻言似笑非笑：“你们可别打他的主意，我家妍妍乖巧可爱，跟你们这群脏东西不一样。”所有人哄笑。这话说的，难道我们这些人里就没一个徐哥看得上的？哥哥扫视一圈，最后目光落在齐思涵身上，非要选的话也就思涵凑合，还能占便宜叫声妹夫。不过听他刚才的话，还是别祸害我家姑娘了。徐彻这玩笑话刚说完，齐思涵的表情就变得有些难看，他扫了我一眼，又立刻移开视线。都别瞎说了，我一直把妍妍当亲妹妹看待，好一个亲妹妹！我的鼻尖涌起酸意，耳边传来众人接二连三的调侃：“妍妍，别看你思涵哥长得帅，他可不是个靠谱的男人。刚才思涵还说呢，要不是他女朋友年纪小好拿捏，脾气软不惹事，还对他死心塌地，他才不会跟人家在一起。”别说了，齐思涵沉声打断，脸色明显变得更难看。在场的人立马噤声，氛围一时变得尴尬。哥哥皱着眉问：“怎么了？不就是跟你说贺潇潇要回来了吗？这么大火气！”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，贺潇潇要回来了？齐思涵烦躁地转过头，提他干什么？哥哥却直接问他：“你把那小女朋友藏着掖着，不就是因为心里还装着潇潇吗？”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个藏着的女朋友，可没人知道那个人就是我。朋友聚会时，齐思涵会接小女友的电话，耐心报备行程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没忘了每周给小女朋友订花买礼物。就连哥哥都跟我吐槽过，齐思涵好像是针对一个姑娘上心了。那时候我表面上没什么反应，心里却甜得像进了蜜。恋爱期间，齐思涵体贴又浪漫，美中不足的就是他要求隐藏这段关系。他找借口说，要是让我哥知道好兄弟跟他妹妹在一起了，这个妹控肯定会暴走。以前我对这话深信不疑，直到刚才亲耳听见他说的那些话，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，我赶紧找借口去卫生间躲开。手机提示音突然响起，是齐思涵发来的消息：“我在外面等你。”我的手微微颤抖，要怎么接受这个我以为是双向奔赴的人，心里装着的一直是别人。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擦干眼泪走了出去。齐思涵正靠在不远处等我，他慢慢走近，盯着我泛红的眼眶，只说了一句对不起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，他连解释都省了，直接宣判这段关系走到了尽头。我抬起头问他：“刚才那些话，你就没一点想解释的吗？”齐思涵眼神闪躲：“你怎么这么敏感？朋友之间随口说的话，何必当真呢？我自认为我这个男朋友当的还算合格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如果你喜欢的一直是贺潇潇，那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听到这个名字，齐思涵的脸色骤然阴沉：“你不是早就知道我喜欢他吗？现在在这里装什么？”我心口像被人攥紧似的疼。果然，贺潇潇就是他的逆鳞，想骂他，可张了张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男人的手机铃声不合时宜的响了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是贺潇潇打来的。齐思涵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快步从我身边走过，接起了电话。而留在原地的我，果然听见他越走越远的温柔呼唤：“潇潇！”我浑浑噩噩回到包厢的时候，哥哥他们正说起齐思涵的旧情史。齐思涵这小子这么多年一喝醉就叫潇潇的名字。潇潇刚出国那会儿，齐思涵还偷偷跑去国外看他，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回来之后就一蹶不振，直到2年多前他谈了恋爱，我还以为他从情伤里走出来了，结果还是老样子。听着别人嘴里说的齐思涵曾经为贺潇潇上演的追爱戏码，我尽力稳住脸上的表情，指甲却狠狠掐进了掌心。徐彻跟他们感慨完，转头看向我：“所以说啊，妍妍，别轻易相信男人。”我用力点了点头，用微不可察的声音说：“不会再信了。”那晚之后，齐思涵虽然没再找过我，但每周的花还是按时送到了我家。哥哥看了一眼正在发呆的我，又看了看茶几上的绣球花：“你不是最宝贝这些花吗？怎么还不插起来？”而我却起身把那些花全扔进了垃圾桶。其实这些花从来都不是我喜欢的品种，以前愿意细心照顾，只因为是齐思涵送的。既然它们注定要枯萎，早丢晚丢都一样。哥哥看出我最近心情不好，说要带我出去散散心。到了地方才知道，原来是贺潇潇回国的接风宴。贺潇潇跟我一起长大，她乖巧漂亮，嘴还甜，一直是所有人都疼爱的团宠。贺家的宴会办得特别盛大，到处都是从国外空运来的新鲜铃兰，一看就花了不少钱。徐彻被朋友们拉去聊天后，贺潇潇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眼前。妍妍，好久不见。我心里情绪很复杂，其实我并不讨厌贺潇潇，可她实在太讨人喜欢了，所有长辈都夸她聪明可爱，反倒显得我像个丑小鸭。更何况齐思涵还喜欢她，寒暄了几句，可能是太久没见，两人之间没了话。我环顾四周找话题，今天的铃兰真漂亮。贺潇潇笑了笑，随口说：“这是思涵哥从芬兰弄来的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出我喜欢铃兰。”齐思涵一定不知道，铃兰也是我最喜欢的花，它花期短又娇贵柔弱，能弄来这么多，想必花了不少心思。人会说谎，但细节不会，爱是细节，不爱同样也是。门口齐思涵来的有些晚，他环视了一圈，目光定定地落在贺潇潇身上，直到走近了一些，才终于注意到我，脚下的步子也跟着顿了一下。思涵哥，你来了呀！贺潇潇笑着走上前，齐思涵立刻收起了脸上那点尴尬的神色，温柔地跟他打招呼，还把准备好的礼物盒递给贺潇潇。找这个找了好久，所以来晚了。女人发出一声惊呼，居然是我们小时候埋的愿望瓶。我那时候居然说要当世上最幸福的小公主，哈哈，也太幼稚了吧！齐思涵温柔的目光
光落在他脸上，满是宠溺。贺潇潇笑得特别开心，这是你送我的礼物里我最喜欢的一个了。男人听到这话，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被这个眼神刺痛了，故意明知故问：思涵哥经常送你礼物吗？对啊，在国外的时候虽然没见过面，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他寄的礼物。这一刻，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，带着点嘲讽开口：思涵哥对妹妹这么好，你的女朋友知道吗？男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挂不住了，贺潇潇却被远处一道挺拔的背影吸引了注意力。我小叔回来了，我先过去了。等他走后，齐思涵把我拉到没人的后花园里。现在是冬天，我穿着薄薄的礼服，冷得打了个寒战。齐思涵却完全没在意。妍妍，你在瞎闹什么？冷风吹得我眼眶有些发胀。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显然是不记得了。今天是我们恋爱2周年。齐思涵，你以前说过等2周年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恋情告诉所有人。男人神色复杂的低下头，抱歉，我最近忙着给潇潇准备接风宴，多可笑啊，忙到连跟我郑重说一句分手的时间都没有。这几天我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不少。如果齐思涵能认真道歉，两人心平气和的分手，我真的打算就此算了。要是我把这事告诉哥哥，他肯定会冲上去揍齐思涵一顿。可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，我不想做得太绝，或许是觉得我的反问太咄咄逼人。齐思涵的脸色很难看，你以前最温顺听话了，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还没说要分手呢。我胸口猛地一痛，那我这个见不得光，对你来说只是玩玩而已的女朋友，就来替你提分手吧。齐思涵明显松了口气，他大概是在庆幸不用自己当这个坏人。手机铃声突然响了，只看齐思涵的表情，我就知道是谁打来的。挂了电话，他的心情好了不少。妍妍，我们的事以后再说。说完就匆匆离开了，看着花园里被翻起来的就吐，我心里有些感慨。12年前，齐思涵在这里亲手帮我埋下愿望瓶，可就在刚才，他亲手把贺潇潇的挖了出来。明明是个有严重洁癖的人，却不惜沾着泥土染上尘埃。可属于我的那个愿望瓶呢？他还记得吗？原来不起眼的配角从来不会发光，也没办法让他喜欢。我慢慢蹲在地上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听见贺潇潇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小叔，我零花钱快输光了，快来帮帮我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看见了2楼阳台上那个身形修长的男人，而他站的位置刚好能看到后花园里发生的一切。哥哥的电话也正好打了过来。妍妍，你在哪儿呢？吃点东西就上来，来跟小叔打个招呼。别墅里，贺景云坐在牌桌上，姿态金贵又散漫。徐彻坐在他对面，拉着我跟他问好。我一直有点怕他，说了声小叔好就偷偷往哥哥身后躲。幸好他没提刚才在后花园的事，应该是没听见我和齐思涵的对话吧。打了几轮，徐彻牌打得不好，筹码没剩多少了。贺景云面前的筹码刚才全被贺潇潇输光了，倒是齐思涵面前的筹码堆得像小山一样。徐彻打得心烦，把我按在椅子上。妍妍，你来替我打一会。我被拉着坐在了贺景云对面，我打出一张5万，齐思涵跟牌也打出一张5万，贺景云胡牌了，是4、6万单调5万。齐思涵有些尴尬，小叔，上一张5万你不胡，怎么现在胡我的？贺景云勾了勾薄唇，抱歉，要胡绝张。齐思涵推了牌，我特地拆牌跟张，就是怕给你点炮。贺景云语气平淡，自己把好牌弃了，难免会有损失。他的目光看向了我，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第六感告诉我，贺景云看到了楼下的事。后来的牌我打得心不在焉，几圈下来，筹码全回到了贺景云面前。贺潇潇特别高兴，吵着说要散场，可没人敢动，有贺景云在，他不光是贺潇潇的小叔，还是贺老爷子钦定的接班人。他不喊停，没人敢起身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坐久了身子有些酸。这时贺景云轻声说：散了吧。齐思涵一听，立刻殷勤地看向贺潇潇，是不是饿了，想吃点什么？徐彻在一旁起哄：哟，这么关心潇潇啊。贺潇潇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这种明目张胆的偏爱是我从来没得到过的待遇。我低下头盯着牌桌，眼前却突然伸过来一只手。贺景云把所有筹码都推到我面前，零花钱就当见面礼了，好久没见你了。看到贺景云把大概7位数的筹码全给了我，在场的人精们眼神都在我和他之间来回转，我的脸颊一下子烧了起来。可贺景云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含着笑看着我。还是贺潇潇假装生气打破了僵局：小叔，你不是替我赢的吗？之前让你给我买台车你都不理，怎么对妍妍这么大方？贺景云靠在椅背上随口说：去挑吧，记在我名下。贺潇潇欢呼起来，拉着齐思涵的手，让他明天陪自己去看车。齐思涵却没动，他紧紧盯着我，眼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。小叔跟妍妍好像很熟。哎，小叔还把他当小孩呢。徐彻出声打圆场，我干巴巴地说了声谢谢小叔。贺景云没理我，起身往外走，走到人群最后，齐思涵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你对着贺景云脸红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凭什么来质问我？以哥哥的身份关心不行吗？我提醒你，贺景云不是你能招惹的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亲哥都没说什么，你又算哪门子的哥哥？齐思涵愣了一下，很快恢复了平常的样子，离他远一点。还有，希望你别把我们的事说出去。搞了半天，他拉住我就是为了这个，怕我跟贺景云走太近，把这段地下恋告诉他，影响他追人家的侄女。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特别不值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说的，毕竟我是真的。没等我说完，齐思涵就打断了我。我知道你是真的很喜欢我，如果潇潇不回国，我也是真的想过跟你好好在一起。可他回来了，妍妍，我对潇潇的喜欢就像你喜欢我一样，你能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一点都理解不了，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能分心去跟别人谈恋爱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以后我们各不相干，我懒得跟你多说废话。2天后，我选了个好天气，把车送去4S店保养，刚出门就碰到了贺景云。
我又开始干巴巴的问好。小叔好，你要去哪？去 4S 店给车做保养。贺景云低头想了想，过了一会儿拉开我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来，顺路送我一程。我愣了一下，可我都没说是什么 4S 店啊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小叔要去什么地方？去挑车。贺景云回答得很随意，好像是临时想到的行程。我不敢多问，一路把车开到了 4S 店。贺景云跟在我身后，4S 店的负责人看见他，赶紧迎上来。贺总好，您的侄女贺小姐已经到了，就在里面。顺着负责人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了正在试驾的贺潇潇，还有他旁边的齐思涵。我转过头，把车钥匙丢给负责人，对贺景云说：“小叔您进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贺景云却挡住了我的路，一起进去看看。没等我拒绝，他就径直往里走。出于礼貌，我只好跟着他的脚步。小叔怎么来了？贺潇潇从车里探出头，跟贺景云打完招呼，又疑惑地转头看我。妍妍怎么也在？呵呵，刚好碰到小叔，就随便过来看看。齐思涵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眼神暗了下来。贺景云绕着车走了一圈，问：“挑好了吗？”“就我现在试驾的这台。”贺景云去签单的时候，贺潇潇正跟齐思涵吐槽，怪不得我小叔没女朋友，整天都冷着个脸。你们都不知道，之前在国外有个金发碧眼的学姐喜欢他，晚上还偷偷钻到他被窝里，结果被小叔拎着后颈扔了出去，他脸都气红了，还怪我随便带人回家。第二天就把我扔去学校住宿了。听着他绘声绘色的描述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这下齐思涵看我的眼神更奇怪了。贺景云叫贺潇潇过去签字，齐思涵趁机凑近我，低声说：“妍妍，你的这份喜欢太沉重了，何苦跟过来呢？我也不想让你看到这些难过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不然你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还跟贺景云一起过来？我真是无语了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贺景云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喜欢了我很多年，我也陪了你2年，给了你2年的宠爱，你现在说这些气话，以为我会信吗？算了，再跟他说下去也是浪费口舌。几天后就是大年30，我正躺在沙发上看春晚，哥哥一把把我拉起来，说要带我去放烟花，两人一路散步到小区的人工湖边，已经有一群人在那儿了。贺潇潇笑着说：“大家一起放烟花，不比看春晚有意思多了。”齐思涵笑着解下自己的围巾，刚要往贺潇潇脖子上戴，余光瞥见我和徐彻，手上的动作顿住了，真是熟悉的场景。去年这个时候，齐思涵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悄悄来湖边，也是这样给我系上围巾，陪我看他精心准备的烟火。还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，年年岁岁都想像现在这样。我安静地看着他们打闹。贺潇潇把相机递给我，妍妍，男生都拍不好照片，还是你来帮我和思涵拍张合照吧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他语气里带着关切，就好像还是以前的那个齐思涵。我回过神来，挥开他的手，我没事，还说没事。你看看你的脸色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好好的。没想到没了我，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我有些烦躁地推了他一把，说了我没事。齐思涵手一抖，滚烫的水洒在了地板上，还有不少溅到了我的脚上，好烫！我立刻蹲了下去。齐思涵有些慌了，想把我抱起来，一双大手却直接横在了中间。贺景云把我抱起来，走向最近的房间。房间里，贺景云蹲下来帮我处理烫伤，场面有些暧昧，我只好尴尬的道谢。门口的齐思涵眼神变得锐利，小叔对自己的侄女倒是挺贴心，不过是不是有点太亲近了？贺景云头也没回，一字一顿的说：“我只有一个侄女，还有，这是我的私人房间，请你出去。”齐思涵脸色铁青，最终还是转身走了。这次换了个角度，我能俯视着他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。我问小叔：“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”男人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为什么会这么想？贺爷爷认我做干孙女，你不是不认同吗？他却笑了，老头子心眼多，我不认，但不是因为讨厌你。我惊讶于他对贺爷爷的形容，又大着胆子继续问：“潇潇回国宴那天，你是不是在后花园看了？”“是，我看到了。”“那你知道我跟齐思涵的关系？”听到齐思涵这个名字，他的脸色暗了暗。“知道。”“那潇潇他？”贺景云站起身，轻轻敲了下我的额头。“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？潇潇不会喜欢他，是他一厢情愿而已。”我若有所思。等贺景云走出去，我才后知后觉，刚才的举动实在太暧昧了。完了，贺景云真的很奇怪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齐思涵就找借口往我家跑，徐彻单手把他拦在门外。“你今天不是要跟潇潇出去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把妍妍烫伤了，哪儿还有心思出去？你让我进去看看他吧。”幸好我早有准备，让哥哥替我传话，别来了，妍妍最近不想见你，可能是看到你就想起脚疼。齐思涵吃了个闭门羹。徐彻走回客厅，对了，小叔让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他，说你是在贺家受的伤，他有义务关注你的恢复情况。哥哥知道你不喜欢跟不熟的人打交道，要不我帮你拒绝了。不，我猛地抬起头，推给他吧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毕竟是长辈，拒绝了不太礼貌。春节一过，我就开始了大4的实习。哥哥在我公司附近给我买了套小户型公寓，还往我包里塞了不少防身工具，他把我的独居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。我是什么时候跟哥哥变得这么亲近的呢？对那年的雨夜，哥哥红着眼睛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，但其实我从来没怪过他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贺景云的消息，听说你搬出去实习了，把定位发我。我发过去之后，他就没再回复，直到第二天傍晚，他发来消息，在楼下等你。我刚加班赶完设计稿，赶紧往公寓楼下跑。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在附近有应酬，过来看看。上车，我顺路带你去吃点东西。贺景云带我去了一家私人餐厅，吃饭的时候，我忍不住
住偷偷打量他，一出生就拥有一切的男人，财富、地位、头脑、魅力、身材、相貌，他样样都顶尖。这样的人会有烦恼吗？我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就问了出来：小叔，你会有烦心事吗？他抿了抿唇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：有。我不知道怎么讨女孩喜欢。对上贺景云投来的深邃目光，我赶紧低下头，假装忙着给自己盛汤夹菜。幸好贺景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吃完饭回家的路上，我不知不觉在车里睡着了。过了很久，我隐约感觉有温热的气息落在脸上，睁开眼就看到贺景云离我特别近，他身体靠过来，手放在我腰侧，我的心狂跳起来，正犹豫要不要闭眼，啪嗒一声，安全带的锁扣弹开了。接着男人坐直身体，手放回了方向盘上。刚才看你睡得不舒服，想帮你解开安全扣。他语气很平常，反倒显得刚才想多了的我像个傻子。那谢谢小叔，我先走了。我像逃一样窜下了车，直到我走到单元楼下，他才开车离开。手机提示音响了，是贺景云发来的消息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，注意安全。消息下面还有哥哥发来的一条，思涵正好要去你那附近，我托他给你带了些东西，收到了吗？我脚步一顿，抬头就看到齐思涵倚在楼道边，手里拎着袋子，定定地盯着我。贺景云为什么会送你回来？关你什么事？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？联系方式全被你拉黑了，我又不好跟你哥说，在这儿等了你2个小时，结果就看到你从贺景云车上下来，我不是提醒过你离他远一点吗？呵，你就这么怕我告诉贺景云？虽然不是我说的，但他已经知道了。齐思涵语气一致，他知道了。先不说这个，你就算再喜欢我再伤心，找别人也行，但贺景云不行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你有病吧？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他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你不喜欢我，那你喜欢谁？贺景云吗？我下意识的反驳，是我喜欢他，行了吧？齐思涵瞳孔猛地放大，妍妍，别胡闹了，今天的话我就当没听见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跟贺景云来往，我会告诉许彻，我相信他的想法会跟我一样。齐思涵的厚脸皮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直接夺过他手里的袋子，转身就要进电梯。这时身后传来齐思涵愤怒的声音，贺景云他差点嘎过人，我只是顿了一下就径直上楼，按电梯的手却有些发抖。到家后想起哥哥也曾让我离贺景云远些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哥哥有些含糊其辞，不管我怎么问，他都只说反正你离他远一点。我本来也没打算跟贺景云深交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后来贺景云偶尔发消息我都没回，再次见面已经是开春了，父母为我举办了一场生日宴。贺景云来得很晚，看起来像是刚从公司回来。我站在楼梯上看着他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蹲在地上帮我处理烫伤的场景。这样的人真的会嘎人吗？贺景云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抬起了头，眼看就要对视上。齐思涵突然叫住了我，妍妍，生日快乐！他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，打开看看吧，这份礼物你肯定会喜欢。思涵哥，潇潇在楼下，你还是赶紧过去吧。听到我对他的称呼，他的眼神一下子暗了下来。等我再回过头时，贺景云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丝失落涌上心头，我才发觉自己好像在期待见到对方。徐彻把我安顿在一边，知道你应付不来这种场合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吧，这里有我呢。我无聊的快要睡着时，突然听到我哥的怒吼，你怎么敢来这儿？我看向门口站着的男人，他身体偏向一边，所有重量都压在手里的拐杖上，那张脸是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的噩梦。记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雨夜，天旋地转间，一双手稳住了我的手臂。别怕，我带你去休息。我脚步虚浮，半靠在贺景云身上离开，只听身后传来轻狂的声音，妍妍，生日快乐啊，还记得我吧？我这几年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孙毅，你给我滚！东西砸落在地，场面一片混乱，直到贺景云的手放在我的后背上，轻轻顺着我的背安抚，可我还是撑不住了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的我穿着校服，手里举着雨伞。那天贺潇潇翘了我们一起报的补习班，去跟男友约会。她提前跟司机说了，让我自己回家。从补习班出来的时候已经8点了，我给哥哥打电话，他那边很吵，好像有人在起哄他跟一个女孩。我问他能不能来接我，我哥说他有非常重要的事，雨也不是很大，让我自己去打车。本来只是很平常的一天，可偏偏就是这一天，我还没从巷子里走出去，孙毅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喜欢你，他是孙家被惯坏的小儿子，喜欢兔子毛茸茸的耳朵就把耳朵剪下来的那种，我很怕他。你这样不是喜欢，而且我也不喜欢你。不喜欢就是想要得到，不喜欢就是想要毁掉。我证明给你看好不好？我被推倒在地上，孙毅掐住我的喉咙，然后把唇贴在了我的脸颊上。混乱中，我只记得有人在最后关头赶过来救了我，之后是哥哥抱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对不起。后来我把自己关在密闭的房间里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最严重的时候只能靠镇静剂和营养液维持生命。直到我收到一个没有署名的快递，我像面对敌人一样打开，里面竟然只是一簇铃兰，别的花低下头就代表快要枯萎了，可铃兰不是，花骨朵垂在花梗上，说明它开得正盛。铃兰的花语是重返甜蜜与幸福，听说收到铃兰的人会被幸运女神眷顾。那时候的我想，或许吧，或许一切真的会好起来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哥哥守在床边，他看起来像是一整晚没睡。对不起妍妍，我没想到他会提前出离吧。他说了很多话，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徐彻下楼拿药的时候，齐思涵脚步沉重地走进了房间，他低着头，不敢靠太近，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，说不该伤害我，你一定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愿意相信我，可我却辜负了你。确实，直到现在，我走在路上，陌生男人擦肩而过都会让我紧张。当我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，失忆的齐思涵出现在了我身边。我想，也许齐思涵值得我鼓起勇气去尝试，所以即便第一次牵手时手心全是汗，第一次拥抱时止不住的颤
颤抖。我也曾经觉得幸福比恐惧多。听着齐思涵絮絮叨叨地说，我又觉得累了，背过身去准备睡觉。迷糊中好像听到了他压抑的哭声。在家休整了1个月，我的状态好了不少，磨了父母很久，他们终于同意我回去工作，还雇了保镖和司机接送我上下班。保镖的任务是把我送到公寓门口，确认我进屋了才会走。可我刚进电梯就碰到了拎着大包小包的齐思涵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齐思涵支支吾吾，这儿离公司近。对了，我搬到你楼上了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，有什么事你第一时间叫我。我没理他，下了电梯就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，对面的入户门却突然开了。贺景云提着垃圾跟我四目相对，我愣了一下，电梯里的齐思涵也愣了，他就说怎么对面不管开多高的价都不卖。齐思涵刚想说什么，电梯门就关上了。我跟贺景云打招呼，小叔你怎么从这里出来？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直接说有什么事就找我，我离你很近。他好像刚洗过澡，身上散发出好闻的沐浴露味道。像这样的人，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双手沾血的样子，脑子里的记忆崩塌又重组，模糊的片段突然重叠在一起。那时候我想，也许齐思涵值得我鼓。我好像回忆起贺景云的手握着碎啤酒瓶，一下下往男人脸上砸。我失了神，想问他，可下一秒他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的是老头。贺景云把我推回门内，关门的瞬间，我听见他温柔地说晚安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竟然接到了贺老爷子的电话：妍妍啊，听说景云搬到你附近了，你就把他当亲叔叔一样对待就好。爷爷是真的喜欢你，过段时间景云要订婚，你一定要来参加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却空落落的。这时候，就算再傻，我也听出了贺老爷子的言外之意，认我做干孙女，或许就是为了用道德绑架贺景云。我有些烦闷，看到旁边没来得及拆的生日礼物，就像找到了发泄口，暴力的拆开。其中贺景云送的是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些房屋材料。照片上，芬兰的庄园里遍地都是铃兰花，是还没采摘、充满生命力的铃兰。可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铃兰呢？这时手机震了一下，贺景云正好发来消息，要不要吃宵夜？我刚想回一句不用了，谢谢小叔，下一刻门铃就响了。贺景云端着一碗云吞站在门口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抱着手笑道，不太方便吧，大晚上的来侄女家串门，不太合适吧。贺景云皱了皱眉，是不是老爷子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小叔你要订婚了，不知道侄女要不要随份子呢？仗着贺景云好像喜欢我，我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。贺景云的脸色越来越沉，我怎么不知道我要订婚了？他从我的身边挤进门，把碗放在玄关上，然后抓住我的手腕，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，熟悉的气息笼罩下来。再叫一声小叔，他的吻突然落了下来，气息滚烫，既强势又温柔。分开的时候，男人的耳尖有点红，云吞要凉了，先吃吧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一边吃一边想，该从哪里开始问起呢？是问那个雨夜的事，还是问这份生日礼物？一直到吃完，两人都没再说话。贺景云始终神情放松地看着我，我觉得有些喘不过气，想起身去开窗，一不小心脚趾踢到了茶几的边角，痛得惊呼出声。贺景云直接把我拉到他腿上，我凑近他的胸口，能听到他的呼吸渐渐变急，小声开口问，那个你用的是什么沐浴露啊？贺景云的脸上难得出现了一丝慌乱，你故意的。眼看气氛越来越暧昧，门铃却突然响了。妍妍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没事吧？贺景云表情有些幽怨，他想起身，却被我一把按在了沙发上。齐思涵越敲越用力，一开门他就抓住我的肩膀，看到我没事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只想赶紧把他打发走。没事，你上去吧。他还是一脸担心。那你脸怎么这么红？他的眼神慢慢往上移，然后变得晦暗不明。贺景云走过来，站在我身后，离我很近。齐思涵的脸色沉得可怕，就那样默默地看着我。还没等我说话，齐思涵却已经转身离开了，不愿让我看到他渐渐泛红的眼尾。我盯着他的背影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直到贺景云用力关上门，他贴近我，低声问，你的眼睛怎么不长在他身上？这晚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齐思涵了，只是偶尔会接到陌生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好像喝醉了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什么。贺景云偶尔会去接我下班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我送宵夜，害得我1个月胖了8斤。有一天下班，贺景云有个线上会议，说晚点再过来陪我看电影。保镖把我送到门口，看着我进门才离开。客厅里，我正翻找等下要看的电影，灯却突然黑了。我想出门检查楼道的电闸，手放在门把手上却停住了。高档公寓不该出现这种问题才对。我给贺景云打电话，他没接，应该还在开会。然后又给住在附近的保镖发消息，让他们上来检查。保镖过来估计要10来分钟。我正想找照明工具，门却突然晃动起来，一个恶心的声音传来：妍妍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哈哈哈哈！捂住嘴，像逃一样往后退。门锁处传来细碎的声响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居然被从外面打开了，是孙毅，他像鹰一样盯着我。呵呵，多亏了你，我在篱笆里跟那些下等人学了不少开锁技巧呢。我慢慢靠近沙发上的包，里面有哥哥准备的防身工具。可孙毅关上身后的门，也一步一步朝我逼近。妍妍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不是说过我喜欢你吗？我想你想了整整4年啊，找你也费了不少劲，你为什么要怕我？你不是也喜欢我吗？我姐跟我介绍你的时候，是你主动朝我伸手的。孙冉冉带他来过徐家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，可那只是礼貌性的跟他打招呼握手，没想到在他眼里居然成了示好的证明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，你先别过来。开门声突然响起，我听到贺景云失控的声音：妍妍，开门！我特别懊悔，早知道就该把备用钥匙给他一份。我拼命让自己冷静，算到门口的距离，孙毅腿脚不方便，只要绕开他跑快点，就能给贺景云开门。我拼
尽全力朝门口跑去。孙毅脸色一变，伸手想抓我，只碰到了我的衣角，手碰到门把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可门好像坏了，暗锁卡在草里，怎么用力都打不开。孙毅面目狰狞地转过身，我拼命哭喊：“打不开！贺景云，我打不开！”贺景云拍门的手停住了，声音像是强行装出来的冷静：“别怕，我就在这儿，你再试一次，不行的话就往旁边躲，我来踹开。”孙毅拖着一条坏腿继续逼近，眼看就要被他抓住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反锁来回扭了几圈，啪嗒一声，门开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孙毅身体往前一扑，一把揪住我，把我扯了过去，冰凉的匕首抵在我的脖颈前，令人作呕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哈哈，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”贺景云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怒火：“你别乱来，先把刀放下。”孙毅表情扭曲，看到我的腿没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说我要怎么报复你呢？你那天用什么打的我？他用力扔出拐杖，来，用这个也差不多，自己把你的双腿废了，用点力气，不然这匕首就插进他喉咙里。我拼命摇头，可贺景云却死死盯着架在我脖子上的匕首，他认命似的捡起拐杖。那天是我打的你，跟他没关系，你冲我来，一下两下，沉重的击打声传来。贺景云额头上全是汗，每打一下，他的身体都猛地颤一下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也没停下来。贺景云，别打了。贺景云用尽全身力气抬头看我，眼神却在慢慢涣散。孙毅阴笑着说：“别急，等我废了他的腿，再划划你的脸，这样才公平。”他把我带到沙发上，狰狞的脸离我很近。先画哪里呢？皮肤、鼻子还是眼睛？我痛苦地闭上眼，趁他不注意，手从背后的包里拿出便携刀，猛地刺了过去。可孙毅反应很快，用手接住了刀，但疼痛还是让他松了手。我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跑，贺景云已经说不出话了。我捧着他的脸叫他，他只能虚弱地抬了抬眼。我想把他拖出门外，可他太重了。孙毅捡起匕首，像疯了一样咆哮着扑过来。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拖着你们一起嘎才好。我下意识地侧身护住贺景云，可预料中的疼痛没有传来。我睁开眼，竟然是齐思涵挡在了我身前。他闷哼一声，双手抓住孙毅，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滴。他忍着痛，推着孙毅往后退，直到孙毅往后倒去，后脑勺砸在了旁边的玻璃柜上，玻璃碎了一地。他没了动静，齐思涵胸前晕开一片血渍。他回头看到我没事，才重松了口气，再也撑不住，跪到了地上。他慢慢倒下去，好像在跟我说什么，可声音太小了，我听不清。我不停地拍着贺景云的脸，哭着喊他。贺景云脸色苍白的像纸，眼睛还睁不开，却艰难地开口安慰我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孙毅答了，孙家闹了很久，最后被贺家压了下去。齐思涵被送去国外治疗，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，可再也没收到过他的消息。贺景云的伤养了小半年，渐渐能下床走路了。我借口找贺潇潇，天天往贺家跑。贺老爷子也不装了，对着我吹胡子瞪眼。贺景云以腿用不上力为借口，光明正大的搂着我问他还认干孙女吗？贺老爷子你了半天，最后被贺潇潇的话堵了回去。爷爷，你少说两句吧，不然小叔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了。之后贺老爷子还真就不说话了。哥哥也偶尔过来看望贺景云，现在胆子大了，敢直呼贺景云的名字，但态度还是恭恭敬敬的。有一天，哥哥试探着告诉我，其实18岁那年就你的人事。我知道是贺景云。徐彻挠了挠头，我接到他电话赶过去的时候，孙毅已经倒在一边不成人样了。你那时候特别怕，谁都不能碰你。听到我的声音才敢抬头。后来这件事瞒得很严，贺家也不想走漏风声，他也说别再在你面前提，我就没告诉你。哥哥说着说着眼睛红了，我拍了拍他的背，说没关系。哥哥一走，我捧着贺景云的脸，狠狠地问：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他假装在思考，想了半天说不记得了。哼哼，是不是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了呀？小叔。听到这个称呼，贺景云脸色一沉，就要发作。我赶紧哄他，不叫了不叫了，不许生气。他压着嗓子咬牙说，也不是不能叫，今晚在。我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。贺景云彻底恢复的那天，他牵着我走到花园里，他晃了晃手里的铲子，温柔地问，还记得你的愿望瓶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记得了。就土被翻开，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出现在眼前。贺景云把它捡起来，擦干净后递给我，看看吧。我满怀期待地接过玻璃瓶。贺景云在一旁用手比划了一下，我记得那时候的你就这么一点高，总是站在最后不说话，我还以为是个漂亮的小哑巴。我展开卷在里面的纸张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，我希望被看见。泪水从眼眶里滚落，我擦了又擦，可好像怎么都擦不干。贺景云赶紧问怎么了，我扑进他怀里，声音哽咽，原来我一直都被看见了，我从来都是贺景云心中最特别最瞩目的存在。